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睡眠困难的问题。睡眠困难跟失眠不太一样，习惯性的失眠有更深层次的问题。绝大多数来跟我探讨睡眠问题的时候呢，我会把睡眠障碍的问题分成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入睡困难型的，第二种类型的人就是不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型的，第3种类型的就是容易早醒。我们学营养学健康的人，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我们的身体，你吃再多营养也好，你做再漂亮的运动也好，吃任何好的营养补充剂也好，你身体所有的修复都是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完成的。所以能够有正常的睡眠呢，是关键中的关键呢。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剖析。就难以入睡在现在来讲其实是蛮普遍的一个问题了。因为绝大多数人在睡觉以前都干一件事情要不然就刷手机，要不然就是看电脑。其实这个对于入睡其实影响蛮大的。引起我们入睡困难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身体不能放松因为我们身体一直处在一个紧张状态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细胞缺镁我们有说我们的血清里面的镁偏低这是2句不一样的意思你去化验血报告出来说是血清的镁是正常的，不代表你细胞里面的镁是正常的因为你血清里面的镁粒径大小你不知道，粒径过大了不能够进到你的细胞里面去。尽管你血液里面的镁是够的，不代表你细胞里面的镁是够的。如果你细胞里面的镁不够，你身体就不能够放松了。如果你们去网络上查一查，镁对我们放松身体的肌肉帮助非常大的。所以缺镁的人容易抽筋如果你身体的镁足够的话，有的时候有一点抽筋的现象，可能1-2秒钟、2-3秒钟就过去了。缺镁的人抽筋了以后呢，可能1分钟、2分钟都过不去。所以镁呢，是我们身体放松肌肉很重要的一种矿物质。如果有入睡困难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会建议他们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左右补充皮米镁。只有皮米镁才能够顺利的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你人呢就会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是会比较容易入睡的。我们试过各种各样不同的镁，其实它的最后的结果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你年龄超过45岁以上了，你可以考虑补充一点褪黑素。褪黑素可以帮助你入睡，它不能够帮助你持续睡眠，它不能够帮助你深度睡眠，可是它可以帮助你入睡。但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补充过褪黑素的话，你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从最低剂量开始。褪黑素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服用比较大剂量的褪黑素的话，你有可能反而睡不着了。所以你从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低剂量 0.5 毫克或者是1毫克开始补充褪黑素，可能这样的剂量可以帮助你入睡可以维持好几年呢，你都不需要增加剂量的。几年以后，你可以从1毫克增加到2毫克，慢慢的增加。你说这样子代不代表你对褪黑素产生依赖呢？我跟各位说，对褪黑素产生依赖只有一个原因是你身体制造的不够你想怎么样？你说我不要依赖它，你制造的不够你吃不吃饭呢？你不要吃饭因为你依赖它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吃它不叫做依赖，它会不会让你产生严重的依赖？不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面，它对剂量的要求不会有明显增加的需要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褪黑素有什么不好的作用。一般来说，除非你是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人你用补充镁跟褪黑激素不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因为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人是有依赖性的了。那你要先戒安眠药，然后再来用这个方式才合适。所以你不要因为我告诉你这个方案，你认为它可以取代安眠药，这是2回事。戒安眠药我知道，戒安眠药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就是你戒掉了以后5天1个礼拜之后来用皮米镁，来用褪黑素帮助你入睡，它效果就会明显。如果你没有把安眠药戒掉之前，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的。这个是关于帮助我们入睡。如果说你的皮米镁的剂量已经慢慢的增加，褪黑素也增加了，虽然有帮助，可是你觉得效果还不够好，身体比方容易抽筋啦等等的这种现象还存在，你慢慢调整你服用这个镁的剂量，达到接近你的饱和。每一个人的饱和量是不一样的，达到饱和了你就会有一点轻微的腹泻的，你会知道的。如果你还会有一点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才需不需要考虑补充钾了。在镁没有充足的状态下不要补充钾意义不大，因为我们身体对于钾的利用是需要有充足的镁的帮助的。身体里面缺镁的情况下，钾不容易发生作用的。这个是帮助入睡。等到你入睡了以后呢，能够进入深度睡眠是我们身体修复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脑细胞的体积会缩小30%的，它是我们身体重要的一个修复环节。如果你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的话，往往睡醒觉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睡觉一样。那如果你是属于缺少深度睡眠的人，我就建议你服用比较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配合维生素 K2 一起吃，就不需要考虑 D3 过量的问题了。我是一天服用3万单位的维生素 D3 和300微克的维生素 K2。MK7 这样子来平衡 D3 跟 K2， 避免血钙过高了，就是避免维生素 D 过多的疑虑。如果你们有难以进入深度睡眠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1万到2万你们可以考虑。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是，维生素 D3 并不是一个你今天吃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进入深度睡眠的东西。维生素 D3 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呢，在肝脏里面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存的量啊，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我们吃下去的维生素 D3 在我们身体里面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呢，大概需要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你吃1万或2万单位的维生素 D3， 你可能感觉到它对你有帮助，估计最起码也要1个礼拜10天以后了。所以你不要期待吃完之后马上会看到有进步，因为每一个人我们身体细胞接受维生素 D3 的受体啊，数量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意思就是说，你吃下去的维生素 D3 尽管这么多，你的身体究竟有没有接受这么多，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受体多，他身体接受维生素 D3 效率很高，有的人效率很低。1个月以后你去验个血，看看你自己的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D 到底是多少。如果你的验血的结果你的维生素 D 还低于60纳克或者是80纳克，那我建议你就要加量了。我认为维生素 D 低于100纳克都不够，我自己的维生素 D 240多纳克的。所以如果你有难以进入深度睡眠的，你需要注意这些地方，因为你补充的维生素 D 不见得都被你吸收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受体数量不一样，有的人一点点他维生素 D 就去到很高的地方了，有的人吃了很多很多，他的维生素 D 还是很低啊，这个只有验血才知道。但是你每一次调整剂量要3个礼拜到1个月左右，验血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你要给他时间。但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往往进入深度睡眠呢会比较顺利，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再来一个就是容易早醒的问题了，我们需要了解一件醒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到了时间到了我就自然醒了，没有自然醒的，各位，我们所谓的自然醒的都是我们的身体帮我们唤醒的。我们身体用什么机制帮我们唤醒呢？每天早上我们身体认为该醒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制造数量比较多的皮质醇出来帮我们唤醒。皮质醇呢，肾上腺素的一种，这是一种压力激素，皮质醇上升了，我们慢慢就从睡梦当中苏醒过来了。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平时压力就比较大，所谓的压力可以是心理的压力，可以是生理的压力，比方说你有慢性病，比方说你胰岛素抵抗，比方说你有2型糖尿病，你生理的压力很大，细胞的压力很大，你身体制造皮质醇的量可能多，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是因为早上的时候是我们身体制造皮质醇数量最多的时候。无论如何，早醒的人呢，你要考虑皮质醇分泌过多，因为压力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当然调节胰岛素抵抗，降低身体的压力，减少慢性炎症是我们要做的，可以改善它。如果说你真正需要一个补充剂的帮助的话，各位，我不是卖货的哈，我没有哈，有一个专利的产品啊，叫做 KSM66。你们去找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要看到南非醉茄你就入手了，一定要看到 KSM66 的南非醉茄你才入手。同样是南非醉茄，但是 KSM66 是一个专利的产品，它是经过一个特殊的方式发酵提炼出来的，跟传统的南非醉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 KSM66 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压力，帮助我们身体释放压力。那如果你有早上容易醒的问题的话，我就建议你在晚上睡觉之前吃1粒 KSM66， 然后你去睡觉，对你的早醒呢会有帮助的。我们大概的解决方案就是这几个，希望能够对你们带来帮助。我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没有能力涵盖所有入睡困难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几种方式可以涵盖到相当大的人群了。祝你们好眠啊。